我同时招惹了9个病娇，他们都把我当作白月光，但我真正想攻略的只有还没黑化的反派大 boss。奈何9个病娇中，不知道谁才是未来的大 boss。我索性全部攻略，结果翻车了。我的穿书生涯可以用4个字来概括：如履薄冰。作为仙界的神女，为了阻止原书中仙界被灭门的惨烈结局，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从反派大 boss 小时候抓起。简而言之，就是找到少年时期受尽欺凌的反派大 boss， 给他爱和温暖，让他成长为阳光正气的好青年。想法很好，但实践起来有些难度。难度一在于原书并未提到反派大 boss 的名字，世人只唤他魔菩萨。难度2在于没有魔菩萨的具体方位，只知道他幼时被遗弃在魔界一处乱葬岗，受尽苦楚。然而魔界有9处乱葬岗，我在每处乱葬岗都找到一个与魔菩萨年龄相仿的少年，而且个个都是病娇，很有成长为大反派的潜质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谁才是真正的魔菩萨呢？为了仙界的未来，我本着宁可错撩不愿放过的原则，郑重做出决定，9个我全收了。1号病娇苏毅，我在1号乱葬岗找到他时，他正在生啃一只兔子。小少年啃得满脸是血，抬头看我的眼神很是警惕。你是来抢我兔子的？我摇头，把手中的糖葫芦递给他，想吃吗？苏毅把兔子藏在身后，不换，这是我好不容易从别人那里抢来的。糖葫芦是送你的，不用换。我轻轻一笑，笑得温柔而无害。这是我训练了很久的白月光标准笑容，就不信迷不倒他。果然，苏毅脸上的防备减少了。我趁机提议，生吃兔子味道不好，我来帮你烤兔子，好不好呀？苏毅犹豫了，他习惯了挨饿，连饱腹都困难，哪里知道烤兔是什么滋味？趁他犹豫，我已经架好火堆，拿着兔子烤了起来。烤完，原封不动地递给苏毅，他只尝了一口，眼睛便亮起来，抱着兔子大快朵颐。吃到一半，才想起来问我：“你不尝尝吗？”我笑着摇头：“姐姐在家，每天都有好东西吃。你要是跟我回去，你也能吃。”苏毅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手里的烤兔，最终点了头。我把苏毅安置在一座宅子里，便前往2号乱葬岗。在这里，我遇见了2号病娇谢尔。有了之前的经验，这次我不光带上了糖葫芦，还带上了烤兔。谢尔原本已经饿得奄奄一息，我出现后，又是给他食物，又是帮他治病，再搭配白月光标准笑容，让他迅速沦陷，心甘情愿地跟我回了宅子。当然是另一处宅子。之后，我又如法炮制，搞定了其他7个病娇。只要祭出糖葫芦、烤兔和白月光笑容3件套，没有我拿不下的。少年时期的小病娇，只要给他一点温暖，就会把我当作唯一的光。我给他们食物、陪伴与爱，也告诉他们要做正直善良的人，走正道，行正事。病娇们一天天长大，我却要累瘫了。为了防止他们发现其他人的存在，每个人的宅子都离得很远。我每日奔走在不同的病娇之间，给这个送根糖葫芦，给那个送只烤兔，感觉自己像个送外卖的。仙界的财神也对我颇有怨言，神女啊，仙界最近财政吃紧，你养了这9个崽好几年，宅子、吃食、衣物、读书都是钱，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快了，你先把这批经费给我结了，我顶着黑眼圈催促。掐指一算，离原书中仙界覆灭的日子还有3个月。3个月后，仙界危机解除，我就能告别病娇，重获新生。想想就非常期待呢。姐姐，你最近来看我的次数好像变少了。说话的是3号病娇魏山。此时，他的双臂正从后面环住我，脸颊贴在我的后背，恋恋不舍的样子。周旋在9个病娇之间，这种问题我早已驾轻就熟。姐姐最近忙着挣钱，要不然怎么养你这个小家伙呢？我语气宠溺，任谁听了都会相信我爱他爱到了骨子里。魏山抱我抱得更紧，嗓音渐渐低哑：“姐姐，你能不能多陪陪我，不要总出去？钱你不用担心，我长大了可以挣钱养你了。”我心道：这怎么行？都陪你了，其他8个怎么办？得雨露均沾才行。但我面上还是冠冕堂皇：“你呀，好好读书才是正道，钱我来挣，你就别管了。姐姐就算倾家荡产，也不能让你没了书读。”魏山沉默了一会儿，片刻后，他将我转了个面，紧紧盯着我的眼睛：“姐姐，除了我，你不会还有别人吧？”他锐利的目光让我心口一震。我努力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笑了笑：“怎么可能？”魏山不置可否，顿了顿，忽然撑着桌面，轻身向我靠近：“姐姐，你不会离开我的，对吗？”湿热的气息像是小蛇钻进了耳朵里。我往后躲了躲，有点心虚：“当然不会。”那就好。魏山笑了笑，却笑得我冷汗涔涔。好不容易从魏山那里脱身，我估算了一下时间，距离下个行程还有1个时辰。我答应了苏毅，要陪他在嘉禾新结识的朋友吃饭。对此，我很是欣慰。经历过乱葬岗遭人践踏的日子，除了我，病娇们很难相信别人。如今苏毅愿意迈出这一步，我自然鼎力支持。慢悠悠到了苏毅的宅子，
一开门就闻到了菜香。今天吃什么呢？这么香，我不由问。苏毅温润一笑，今天是给微微的惊喜哦，我大感欣慰，还是苏毅贴心啊，不愧是第一个被我捡回来的，颇有正房的贤惠风范。我和苏毅手牵着手到了正厅门口，推开门后，空气霎时凝结成了霜。我被里面8个人的目光看得头皮发麻。没想到苏毅的朋友不是别人，正是我招惹的另外8个病娇。我蒙圈了，8个病娇红着眼睛齐刷刷地看着我，不，准确来说是看着我和苏毅紧紧相牵的手，一个个目光幽深，带着审视。魏珊满脸委屈，率先开口：“姐姐，你不是说只有我一个人吗？”谢儿嗓音发紧，紧随其后，你给我的糖葫芦、烤兔和温柔笑容，原来都是批量发放的吗？病娇4、5、6、7、8、9号也不甘沉默，眸中闪过危险之意，纷纷质问到底谁才是我最爱的人。我夹在中间，前后左右东西南北都是为难。偏偏这时候，我以为最懂事的大房苏毅一把将我搂在了怀里。微微，喜欢我给你的惊喜吗？岂止是惊喜，简直是惊吓。他这一搂，其他病娇的眼睛更红了，纷纷站起来，一副要上前抢人的模样。我赶紧一个360度回旋，从苏毅怀里挣脱出来。病娇们这才稍作平静，只用冷峭的眼盯着我。他们真的都是你的朋友？我艰难地咽了咽口水，问苏毅。苏毅勾着唇角轻笑，朋友不算吧，我们只是在跟踪你的路上聚到了一起。你们跟踪我？我大受震撼。之前我以为只要每间宅子隔得够远，他们之间没有交集，就能避免翻车。但我忘了，病娇之所以为病娇，就在于其强烈的执念和疯狂的控制欲。左手边的4号病娇一上来，哀怨地握住我的左手。微微，你不会怪我跟踪你吧？你最近来找我的次数越来越少，我只是怕你不爱我了。右手边的5号病娇靠过来，温润地牵住我的右手。微微，你太爱乱跑了，外面很危险，只有待在我身边才安全。正前方的6号病娇走上前，冷酷地勾起我的下巴。微微，你不乖啊，我说过千万不要背叛我哦。还有苏毅、谢尔、魏珊以及7、8、9号病娇，他们见缝插针，把我死死围在中间，我快要在人堆里窒息了。那个，我弱弱挤出一道声音。9个病娇瞬间噤声，悠悠地看着我。我的声音不由发虚，咱们能不能中场休息一下？我想去趟茅房。病娇们面面相觑，趁着他们愣神的功夫，我迅速从人群里找出一条缝，溜了出去。啊，空气瞬间开阔了。我叶微微作为一个穿书过来的仙界神女，并没有继承原主人的神力，这就导致我翻车以后没法捏个绝瞬移，也没法御个剑飞行。说是神女，有名无实，只是一个如履薄冰的仙界打工仔而已。眼下9个病娇在外围堵，我凭借一己之力肯定逃不出去，于是我只能躲在茅房里向仙界求援。我燃了个通信符给仙王，一接通就开始哭诉：仙王啊，这活儿我没法干了，他们9个发现了其他人的存在。完了，我好不容易让他们相信我的爱，结果现在发现我脚踏9条船，估计得直接黑化。仙王，派人来接我回仙界吧，再待下去我估计得直接去世。仙王平静无澜，张口就开始给我画饼。神女，仙界的命运与你息息相关，你怎么能知难而退呢？我知道如今已经到了愈进愈难、愈进愈险，而又不进则退、非进不可的时候。越是在这样的时候，你越是应该顶住压力，拯救仙界于危难之中。黑化后的病娇很可怕，但他们心中毕竟都是有你的，你要用爱去感化他们，让他们和平相处。我扶额，和平相处，这怎么可能？仙王严肃道：人间男子可一夫多妻，你作为仙界神女，一妻9夫也不是不可以。我吓得魂飞魄散，这9个全是乱葬岗里血雨腥风爬出来的妖孽，要是后院争宠，不知道得斗成什么样。仙王给我出主意，斗起来就更好了，他们9个都可能是未来让仙界覆灭的罪魁祸首，斗垮一个算一个，仙界也就多一分安全。我惊掉下巴，你这是想养蛊？这不是加速他们的黑化吗？仙王沉思片刻，你说的也很有道理。总之，你见机行事，一定平衡好其中的关系。我抓狂，这哪是我说平衡就能平衡的？见我士气消沉，仙王为我加油鼓劲。神女，你可以做到的。今日你以仙界为荣，他朝仙界以你为荣，仙界的未来就靠你了。没等我回话，他火速挂断通信符。我无语凝噎，只能迈着沉重的步伐慢慢推开茅房的门，却见9个病娇一字排开围在茅房外，灼灼的目光盯得我不安。微微，这么想跑啊？那只好把你关起来喽。我被捆住双手，吊在一面巨大的铜镜前。瞧你这个样子，多美呀！7号病娇摸了摸我汗涔涔的额头，手指冰凉如蛇。这样你就不可以逃了哦，乖乖待在我身边。8号病娇亲了亲我发颤的锁骨，嘴唇温热湿润。9号病娇闻言蹙眉，什么叫待在你身边？他是我的人，剩下的病娇也不甘示弱。他说过最爱我，应该归我。病娇们意见不统一，
眼看就要打起来。谢尔这个大聪明提出一种创造性解决方法，不如我们把微微分成9块吧。我想要他的心脏，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我。如果没有，我好把我们的心脏缝合在一起，永远不分开。他的方法得到了4号病娇的首肯，那我要他的头，我最喜欢他的眼睛了。我会把他的头保存好，让他一直看着我，再也不用瞧别的男人一眼。不行，5号病娇跳出来反对，我喜欢听他的叫声，鲜活的才有意思，不是吗？他们争执不休。我出了一身汗，只觉心脏砰砰跳地撞击着肋骨，害怕地发抖。姐姐，别怕，我还有个法子。魏山的声音慵懒温柔，摸了摸我的脸，转身对其他病娇道：不如这样，每月有上旬、中旬、下旬这3旬，10日为1旬。10日里，我们9个人，每人拥有姐姐1日。6号病娇皱着眉头问：那还剩1日呢？归谁？我如嗫着开口：那天能不能给我放个假？魏山却是摇了摇头，眸色幽深地对我笑：还剩1日，共享。我被安排得明明白白，每一天我都是浑身酸痛，骨头像是要散架。为了防止换人的过程中我逃跑，9个病娇都住进了苏毅的宅子，将我所有的行动限制在这方小小的宅院里，更准确地说是限制在被捆起来的房间里。我这才意识到，之前他们表现出来的温顺听话，都只不过是迷惑我的假象。一朝真相浮出，本性才显现出来。我惊讶地发现，他们9个早就修行了魔道的术法。可笑这些年，我还兢兢业业教导他们走正道、行正事，甚至准备送他们去修仙。但转过头想，这也在意料之中。如果没有魔道的术法，他们怎么可能在魔界的乱葬岗存活下来？是我把一切想得太简单了，才酿成如今的后果。微微，为什么你要找9个人，只做我一个人的玩具不好吗？谢尔用手指挑起我一缕碎发，轻轻用刀尖斩断。反正你是我的，玩坏掉也没关系吧？他凑到我耳边轻轻吹气，然后用那把小刀一笔一画，在我的胸前刻上他的名字。这样，我的名字就在你的心上了呢。血液渗了出来，我疼得浑身发颤。但更惨的还在后面，其他病娇看见了我胸口的名字，他们控制欲发作，每一个人都在我的身体上刻下了自己的名。用刀剑，用鞭子，用烙铁，用锋利的瓷片，我伤痕累累，躺在血泊里。这时候，我已经不关心到底谁才是那个让仙界灭门的魔菩萨了。我只想逃跑。被囚禁1个月后，我逃跑的机会终于来了，而且是自己找上来的。1人1日的分配方式，原本让9个病娇达成了微妙的平衡。然而他们之间出了个叛徒。苏毅悄悄松开我的镣铐，牵起我的手：微微，我们私奔吧。我疲惫无比的身体因为这句话突然有了气力。只听苏毅道：微微，我不想再跟别人分享你了，你的一切都应该是我的，从身到心，每一寸肌肤，每一根骨骼。跟我私奔吧，我们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，就我们2个人，好吗？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重重点了点头。应付1个病娇总好过应付9个，只要离开这个宅子，天宽地广，我总有机会逃走。苏毅抱着我，连夜从宅子的密道离开。病娇们时时关注我的动向，必然很快会发现我和苏毅消失。为了逃避追捕，我们日夜兼程赶路，可我的身体却承受不住了。刚刚结痂的伤口因为颠簸的路途裂开，血水流出来，染红了满身衣裳。苏毅到底还是心疼我的，他停下赶路，带我去了附近的客栈休息，很快就办好了入住手续。微微，我们上楼。我点点头，捂着胸口的伤，朝苏毅走去。突然，不知道什么东西绊了我一脚，我一个趔趄，整个人向后摔去，却有一只强劲有力的手托住了我的后腰，一柄便止住了向后倾倒的坠力。我惊魂未定地站稳，回头一看，是位温润如玉、温文儒雅的公子。多谢公子，我颔首致谢。苏毅警惕地看了那公子一眼，立刻过来揽过我的肩，要抱着我上楼。却听那公子突然出声：等等！苏毅转过头，眉间藏了一丝不耐。公子有何贵干？那公子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拿折扇指了指苏毅，敢问2位是什么关系？那公子面如冠玉，语气却不善。苏毅一直紧绷神经，此时遇见这么个拦路的，不免冷了神色。我们夫妻2人出行，有问题吗？夫妻？我看不像啊。那公子笑声轻慢，不慌不忙道：这位姑娘浑身是伤，你若真是她丈夫，实在是不够怜香惜玉。依我看，你更像贩卖女子的人牙子。苏毅懒得跟他纠缠。家务事，旁人少管。他拉着我就要走，却见那公子一挥折扇，一道半透明的黑色屏障挡在我们前面。这是魔道的术法。我霎时精神了。这位公子懂术法，又肯对我出手相助，靠他逃出升天，或许是个路子。苏毅也感受到潜在的威胁，抬起黑漆漆的眼睛盯着那人：你到底想怎样？那公子悠然一笑：留下他，你可以走。做梦！苏毅捏了诀，一道深蓝色的光刃朝公子头顶猛烈砍去，但公子只是慢悠悠地摇着折扇，眼皮一抬，就将他的攻击化为碎光。
紧接着，一道纯黑色的雾绳缠绕上苏毅的身体，雾绳上似乎还缀着点点金色的光芒。苏毅低头一看，眼睛骇然睁大。他似乎想起了什么，苍白的手指颤抖着指向那公子：“你是当年那个……”但他还没来得及说完，雾绳猛地朝他的胸腔一勒，苏毅的瞳孔失去焦距，晕了过去。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了，快得我几乎没有反应过来。我这就自由了。这一愣神的功夫，折扇公子已经走到我面前。我叫叶景明，姑娘怎么称呼？叶景明这个名字听上去似乎有点耳熟，未及多想，我对他笑了笑。我跟你是本家，都姓叶，我叫叶微微。我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。距离此处最近的仙界传送门，日夜兼程，需要3日才能赶到。如今我有伤在身，所需时间至少翻倍，还很可能累倒在半途。更何况9个病娇对我穷追不舍，自己一个人逃，很可能被他们抓住。眼前这位叶景明公子，看上去为人仗义，术法也高强。如果能在他的庇护下养一段时间伤，我顺利回到仙界的概率会大大增加。但问题是，怎么才能让他答应庇护我呢？我正绞尽脑汁想着话术，叶景明却先开口了：“叶姑娘，我看你身上都是伤，若是不嫌弃，不如去我的府邸休养一段时日，如何？”我大喜过望，不愧是叶家人，跟我心有灵犀一点通。我还没张嘴呢，他就把我的心声说了出来。欣喜归欣喜，我还是装作矜持的样子。叶公子方才从人鸭子手中救了我，我还未言谢，如今又去府上叨扰，这会不会太麻烦你了？苏毅，对不起，为了博取同情，不得不让你暂时扮演贩卖女子的人鸭子。叶公子轻轻一笑，眸光却似意味深长，直视着我的眼睛道：“叶姑娘既然知道还未言谢，更应该随我回府邸，让我好好想想，要你怎么谢我。”他说这句话的语气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怪异感，正想再问得清楚些，一辆富丽堂皇的马车停在了客栈前。“请吧。”叶姑娘。叶景明做了个手势，邀我上车。这让我觉得更怪异了，因为以这辆马车的装潢和品质，叶景明不应该出现在这样朴素的小客栈。正犹豫时，我看见地上晕倒的苏毅，手指动了动，这一动，我立马麻溜地上了马车。管他前方龙潭虎穴，总好过再被病娇折磨。我看着叶景明的府邸，陷入了沉思。我猜到他应该有钱，但没想到这么有钱。这府邸简直堪称豪华的宫殿。我跟着叶景明穿梭在府内，偌大的府邸，下人却很少。他们训练有素，话也不多，只是经过时会称呼叶景明为主人，语气很尊重，甚至是畏惧。叶景明带着我来到一间宽阔奢华的厢房，里面都是崭新的女子陈设，看上去没人用过，却是早就准备好的。叶姑娘，避涉寒酸，你将就着住。我受宠若惊，不寒酸不寒酸，这已经过于奢华了。我身上的衣服都被血水浸染了。叶景明安排下人给我沐浴，又送了几套新衣服。翻了翻衣服，都是平日里我爱穿的风格。叶景明跟我的喜好似乎很相似，我心中的不安愈发浓郁，心不在焉地清洗了身体，换好衣服。一切完成后，夜幕已然降临。下人说叶景明在正厅等我。我满腹疑惑，攒了一肚子话想要问他，却在进入正厅那一刻，被正中央的摆设吸引了目光。那是被精致装裱起来的一枚狗尾巴草戒指，这绝不是寻常人家用作装饰的物品。我呆呆定住，记忆深处的某段回忆似乎动了动。叶姑娘。叶景明向我走来，晦暗不明的烛光下，他眼中情绪翻涌，如同幽邃漩涡。现在想起我是谁了吗？我想起来了。几年前，在陆续从乱葬岗捡回9个病娇后，我在街边遇见了一个小乞儿。那个小乞儿真可怜啊，瘦得形销骨立，缩在街角瑟瑟发抖。当时我正要去给某个病娇送糖葫芦和烤兔，见小乞儿可怜，便将吃的都给了他。他接过了，却没有立刻吃，只用一双黑漆漆的大眼睛望着我，认真问：“姐姐，我很乖，吃的不多，你可以收留我吗？”这个小乞儿和其他9个病娇年龄相仿，如果我是在乱葬岗遇见他，我肯定就收了。但很可惜，我不是专门做慈善的。我收留9个病娇的目的，只是为了攻略还未黑化的魔菩萨。光是这件事，就耗费了我所有心思，实在没有余力收留一个无关的小乞儿。更何况，病娇的独占欲和控制欲是很强的。如果让他们发现小乞儿的存在，发现自己并非我最爱的人，一切或许功亏一篑。我拒绝了小乞儿，但终究还是不忍心。我说，虽然我不能收留你，但可以经常给你送些吃的穿的，不让你挨饿受冻。小乞儿垂下眼睫，眼中缓缓进了水润。姐姐，你是不是很讨厌我？给我送吃穿和直接收留我，付出的东西其实差不多，我还可以为你做很多很多事。你是不是嫌我太脏，不愿意和我待在一起？我叹息一声，这个小乞儿啊，真让人抓心。我从路边摘了几根狗尾巴草，编成了戒指，戴在小乞儿的手指上。诺，戒指呢，代表了承诺。我承诺不收留你，真的有难处。
答应你的吃穿，我可以做到。小启儿愣愣地看着手中的狗尾巴草戒指，沉默了。我见他愣着不动，便主动将烤兔撕成小块，一块块喂进他嘴里。喂完了烤兔，他一手拿着糖葫芦，一手被我牵着去了成衣铺。我给他挑了好几套衣裳，搭配上新鞋子，送给了他。临别前，我告诉小启儿，3天后的正午，你可以在今天相遇的地方等我，我给你带吃的。但他的回应却文不对题。姐姐，你给我取个名字吧。我还没有名字呢。他仰着脸看我，眼中多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，微妙的闪着光。我想了想，如今正值春日，阳光普照，春风和煦，那就叫景明吧。春和景明。小启儿弯了弯唇，脸上第一次浮现微笑。好，那从今往后我就叫叶景明。我不由问，你姓叶？他笑眯眯地看着我，我没有姓氏，姐姐姓叶，那我就姓叶。这勾起了我的好奇，你怎么知道我姓叶？他却眨眨眼，笑着跑开了。跑远之前还留下最后一句话，姐姐，3天后不用给我送吃食，以后都不用。无论你拒绝收留我有什么难处，但以后你的难处我来解决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见过他。直到今日，我惊讶地看着眼前玉树临风的叶景明，除了那双漆黑水润的眼，他身上几乎看不出当年小启儿的影子。从穷困潦倒的小启儿，到如今坐拥奢华府邸的叶公子，这些年他究竟经历了什么？叶公子，我刚开口就被他打断，叫我景明。他微微低头看着我，眼睛弯起，你给我的名字我很喜欢。好吧，景明，我改口。或许是因为这亲切的称谓，我连语气都随意了不少。我问他，你现在怎么这么发达了？我看你书法那么厉害，该不会是靠打家劫舍才发财的吧？叶景明顿了顿，才回答，左右小队，做点生意。我点点头，原来是经商啊。也对，经商有你这本事傍身，必然比常人顺利。紧接着我话锋一转，可是以你如今的身家，怎么会去那样寒酸的小客栈？晚风轻漾，室内一片清静。叶景明的脸映在摇曳的烛光里，明明灭灭。阿威，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他声音轻柔，却带着难以觉察的暗潮涌入我的耳朵。我想去的从来不是那间小客栈，而是你的身边。从你和苏毅出城的那刻起，我就一直跟在你身后了。阿威，现在不需要你收留我了，换我来收留你吧。烛光的映照下，叶景明温润的眉眼如有魅惑，更显得荣华摄人。我一时晃了神，心神也摇曳起来，却又猛然意识到一个问题：你怎么知道他叫苏毅？你认识他？叶景明的目光平静无澜。你在客栈里叫过他的名字，我有些记不清了，可能是有这么回事吧。所以叶景明的目光落在我脸上，近乎审视。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这个问题可难倒了我。我和苏毅的关系该如何界定呢？他是我包养的1/9，这听上去也太欠打了。不知道是什么心理作祟，我不想让叶景明认为我是个脚踏9条船的渣女。他能把我随手编的狗尾巴草保存这么久，必然是对我有滤镜的。我不想毁了这滤镜，或许是被9个病娇囚禁太久急需抒发，又或许是出于对当年小启儿的愧疚和信任，我决定告诉他实情。其实吧，这牵扯到我当初不能收留你的原因。叶景明挑眉，哦，我清了清嗓子道，苏毅是当年我从乱葬岗捡回来收养的，算上他，我一共在不同的乱葬岗收养了9个少年。叶景明的表情暗淡下来，沉默着没说话。我连忙补充，但我收养他们并非我所愿，只是迫于仙界的使命。叶景明这才抬眼，你是仙界的人？我不好意思地笑笑，不太像是吧？我是仙界的神女，但说来惭愧，一点仙术也不会。但没办法，为了阻止未来仙界被灭门的结局，我只能从源头着手，找到罪魁祸首小时候，引导他走向正道，希望能避免未来的灾祸。叶景明的面色凝重起来，你的意思是，苏毅就是将来灭门仙界的人？我不知道，我诚实地说，我只知道未来灭门仙界的人小时候生活在魔界乱葬岗，世人称他为魔菩萨。这一回叶景明沉默得更久了，半晌他看着我的眼睛问，如果你确定了谁是魔菩萨，你会怎么做？这还用说，这些年我的实际行动已经做出了回答，那当然是收养他，感化他，给他爱和温暖，让他做个干干净净堂堂正正的人，这样他应该就不会造成那么多杀戮了吧。叶景明敛着目光，但魔菩萨只有一个，其他人怎么办？也要养着吗？我笑了，本来我的目标就只有魔菩萨啊，要是真的确定了是谁，其他人就想办法遣散了吧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暗夜中叶景明的嘴角似乎浮出了笑意，那笑意在明灭的光线中缠绕着暧昧与焦灼，却在风拂过我的衣袖时戛然而止。你手臂上的是什么？叶景明一把抓住我的手，想要掀开衣袖细看，我下意识想躲，却没逃掉他的桎梏。衣袖下是苏毅曾经用词片刻下的名字。叶景明脸色骤变，死死盯着那带血的笔画，眼里似燃着2簇幽暗的火苗。这个眼神我很熟悉，每个病娇看到我身上有别人的名字时，就会出现这样的眼神，然后他们就会拿起尖锐的工具，在我身上留下属于他们的印记。而如今叶景明竟也出现了这样的眼神，
他也会伤害我吗？想到这里，我的身体不由发颤。见识过他如何轻巧地击败苏毅，我知道如果他有心折磨我，大概会比之前更加凄惨。我绷紧了神经，目光落在叶景明修长苍白的手指上，但他的手只是轻轻颤了颤，温柔地拥住了我，声音里带着暗流涌动的哑：阿威，今后请待在我身边吧，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。我的所有防备在这一刻土崩瓦解。我在叶景明的府邸养了近2个月的伤，他用最好的药膏，请最好的医师来为我疗养。那9个名字如今只剩下清清浅浅的痕迹。奇怪的是，这2个月他压根没出门做过生意，整日陪在我身边，只是偶尔下人汇报时处理些事务。我问他：你的生意呢？不做了。叶景明淡淡道：让下面的人去做就行了，不妨事。我不由感慨，商队的老大竟然能这么轻松，可见叶景明在小弟们心中很有威信。他不在，商队也能照常运行。这2个月是我这几年来最轻松的日子，不用奔波9地各处周旋，不用时刻担心真相暴露，只需要安安心心地躺着、吃着、睡着，还有叶景明温润的俊颜看着。这神仙般的日子，比我在仙界过得还舒服。但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一个平平无奇的午后，我正和叶景明用狗尾巴草编花环，仙界的通信浮燃了起来。仙王告诉我，9个病娇要求仙界在3日内交出我，否则誓不罢休。我手中的狗尾巴草花环啪的一下掉在了地上。我怎么能忘了？再过3日就是魔菩萨让仙界覆灭的日子。我起身就要走，却被叶景明抓住手腕。你要去哪儿？回仙界。叶景明平静道。放心，凭那9个人灭不了仙界。我想要甩开他的手，却怎么也甩不掉，不由着急上火。你不明白，他们当中有魔菩萨，那是注定可以让仙界灭门的人。叶景明却将我钳制得更紧，黑漆漆的眼睛望着我。如果我说魔菩萨不在他们当中呢？我哑然失笑。叶景明，你不会为了让我留下，说魔菩萨是你吧？你觉得我会信？叶景明沉默了，他的嘴唇绷得紧紧的，显出一种苍冷的白。我无意与他周旋，再次让他放手。他声音阴哑：你真的要走？仙界那些神仙道貌岸然，必然会把你交出去。我坚持，我非去不可。这么多年奔波，我就是为了这件事。叶景明抓着我的手松了松，眼神却变得迫切。难道不可以只陪在我身边吗？仙界护不住你，我护得住。温润如玉的叶公子，竟也会有如此张皇的神情。我看着他眸中翻涌的情绪，那颗急促想要离开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。终是叹息一声，上前轻轻捧住他的脸。景明，我懂你的心思，可是我有我不得不做的事。我原本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穿越到这里，自然有我的使命。唯有使命完成，我才能摆脱禁锢，你懂吗？叶景明红着眼，摇了摇头，又点点头。我不懂，但早在做起儿的时候，我就对你承诺过，往后你的难处我来解决。他从花环里抽出几根狗尾巴草，编成戒指，戴在我的无名指，就像当年我给他戴上时那样。阿威，这是我对你的承诺，你想要做什么，尽管去做吧，反正我都能给你兜得住。他俯下身，亲吻我的手指，柔软冰凉的触感，却激得我浑身发烫。待你归来，我会让你完全属于我。他在我耳边轻声呢喃，如同一缕灼热湿润的风刮过耳廓，快速笼罩了我的全身。可此时，我们都没有料到一件事，我再也回不来了。叶景明派护卫将我送到了仙界传送门，他没有亲自送我，说还需要安排一些别的事。这样也好，我生怕他硬要与我同行，见到我脚踏9条船的样子。我向传送门的守卫出示了神女的令牌，顺利回到了仙界。还没站稳，天兵天将就将我围在中间。仙王有令，要保护神女的安全，领头的将领气势汹汹，哪有要保护人的样子？我冷笑道，与其说是保护，不如说是来压着我送人的吧。将领抱拳道，神女请谅解。命书预言，魔菩萨将毁灭仙界，而神女是唯一能够力挽狂澜之人，还望神女顾全大局。我睨他一眼，我若不愿，如今又怎会站在这里？将领闻言，顿时撤了周身气焰，向手下比了个手势。一众兵将散开，为我让开一条道路。这条路通向9个病娇的等候之地。远远见我走来，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，眼中迸出兴奋之光。苏毅嘴角微弯，微微2个月了，终于等到你了。希尔目光炽热，微微你不乖呀，看来只有打断你的腿，才能让你不敢逃哦。魏山满脸委屈，姐姐，你的衣裳怎么这样干净？我还是喜欢你血染满身的模样。病娇4、5、6、7、8、9号也纷纷发表了他们的重逢感言，这些我都不感兴趣。说吧，你们当中谁才是魔菩萨？我的目光扫过9人，却见他们脸上纷纷露出茫然之色。我听见4号对5号嘀咕，什么意思？方才天兵天将也问了我们这句话。5号皱眉道，管他谁是魔菩萨不重要，我们只要把微微带回家就好。我看着他们9嘴9舌的议论，似乎真的不知道魔菩萨这个称谓。
难道因为我收养了他们，命数改变，因此魔菩萨也不复存在了？我正思索着，脚底的地面忽然一阵震动，这震动由远及近，初时细微，之后竟有惊涛骇浪之势，席卷而来。一缕缕纯黑色的浓雾如同夺命的绳索，弥散在仙界四周，空气中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压迫感，那是足以绝对碾压的顶尖实力。我睁大眼，突然发现黑色的雾绳之中缀着点点金色的光芒，我好像曾经在哪里见过这样的雾绳。比我反应更快的是苏毅，他嘴唇微颤，整个人如同冻僵了一般，喃喃道：“是他。”似乎是回应苏毅的呢喃，一团浓郁的黑雾如同绞杀猎物的蛇，环住9个病娇，将他们死死勒住，越绕越紧。病娇们并非坐以待毙之人，齐齐施展术法，然而落在黑金色的雾绳上，只不过是蜻蜓点水，毫无作用。唯独我的身边没有黑雾环绕，仅有一层细细的金线护在周身，倒像是在保护我的。我已经清楚来者是谁，可保护我归保护，何必搞出这样大的阵仗？仙界被黑雾搅得大乱，仙王带着一众天兵天将赶来。然而越靠近此处，仙王的眉头蹙得越紧。他的术法作为仙界之最，竟也能感受到这股力量的压制之感。是魔菩萨，肯定是他，这是足以毁灭仙界的力量。仙王肃然道。我悚然一惊，一个可怕的猜测浮上心头，似乎是为了印证我的猜测。下一瞬，叶景明脚踏黑雾悠然而来，那一缕缕金线环绕在他身后，散发出凝灭而诡谲的光，如同佛光普照，又如邪神降临。而叶景明面色安然，如玉的面庞在金光的映衬下显出慈悲，又在黑雾的萦绕下勾出邪魅，如魔如佛。眼下的他，当真称得上是魔菩萨。我内心的惊骇难以用语言描述，难道这么多年，我押宝的9个病娇，竟然全都押错了？阿威，我没有来迟吧？叶景明浅笑着，似乎很欣赏我脸上惊讶的表情。魔菩萨居然是你，我想不通，明明当年我去魔界所有的乱葬岗都找过，怎么会漏掉你？叶景明没有直接回答，抬起修长的手指，指了指被雾绳勒红了脸的苏毅。这个问题你就得问他了。苏毅喘息着开口，这怎么能怪我？在乱葬岗，弱肉强食就是规矩。我那时候就是比你强，不过是抢了你的兔子，把你埋在尸骸堆里，又有什么错？叶景明挑着眉，用戏谑到近乎轻蔑的眼神看他。弱肉强食，这没错，但你错在找错了时机。如果不是你，阿威早就找到了我，又哪里轮得到你们这些污物染指？苏毅冷嗤一声，就凭你当年弱得不行，抢走你的兔子轻而易举。微微找到我的时候，你应该就在旁边的尸骸堆下看着吧，闻着烤兔的香味，痛得想动却动不了是吧？看着微微带我回家，羡慕嫉妒恨是吧？我骤然被回忆击中，想起第一次见到苏毅时，他以为我要用糖葫芦换他的兔子，便将兔子藏在身后，说这是好不容易从别人那里的抢来的。我那时就应该想到，以他当时的少年体格，怎么可能从成年人手中抢来兔子？被抢的必然是另一个少年。原来一切的因果早已写在最初，只是被我无知无觉地忽略了。听到苏毅的嘲讽，叶景明的神情却很平静，平静的让人头皮发麻。他轻浅一笑，你以为说这些就能刺激到我吗？如今在我眼中，你们9个不过是孱弱的蝼蚁罢了。他指节轻抬，雾绳猛地收缩，将9个病娇勒得更紧，直到咔咔传出骨节断裂的声音，叶景明才暂且收手，施舍给他们喘息的余地。对于阿威来说，你们9个都不过是我的替代品。他要找的人一直都只有我。叶景明站在黑雾之上，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审视着9个病娇。苏毅被收养时，我就很好奇，什么样的女人愿意收留乱葬岗里人人唾弃的小孩？我就一直跟着他，发现他一直在乱葬岗附近转悠，收留了整整9个人，还费尽心思不让你们碰面。这样反常的举动，必定有所图谋。我很想知道，他收养你们这些无家可归的玩意儿究竟想做什么，便故意扮作小乞儿缩在街边，问他要不要收养我。结果出乎意料，他居然拒绝了。但即便拒绝，也还是给我买了衣食，送了我狗尾巴草戒指。在乱葬岗活了这么多年，他是唯一一个对我释放善意的人。你们9个都不是什么善茬，我就想啊，我得赶紧强大起来，强大到能够保护阿威。就是怀着这个信念，我术法飞升，斩杀了上一任魔尊后，成为了新一任尊主。看着9个鬓焦煞白的脸，叶景明很是满意。他动作一顿，再次抛出一条重磅消息：你们9个当真以为是你们自己发现了彼此的存在吗？阿威做得足够小心，若不是我从中指引，不知道要等猴年马月你们才能发现彼此。让你们碰头，只不过是因为我足够强大了，不想再等下去了。阿威是我的，不是你们的。我正在原地，一股寒意从脊柱末端升起。我以为自己逃离了9个鬓焦，原来不过是陷入了一个更大的囚笼。和叶景明的出狱是安排好的，在狱是安排好的，就连我脚踏9条船的事情暴露，也是叶景明一手策划。他故意让9个鬓焦碰头，让他们全体黑化，囚禁了我。
在那被囚禁的1个月里，他明明知道我备受折磨，为什么毫无动作？凭他的术法，救出我简直易如反掌。是为了让我对9个病娇心灰意冷，好对他投怀送抱吗？还是说他本身就享受看我备受摧残的样子，这会带给他某种隐秘的快感？我只觉身心俱疲，怔怔抬起头。所以你如今大闹仙界，是为了惩罚当初我没有收留你吗？金光映衬下，叶景明眉目如画，一双瞳人漆黑似雾，定定看向我。阿威，我承诺过，往后你的难处我来解决。你不想让仙界覆灭，我又怎么舍得让你为难呢？他话音落下，不远处的仙王立刻松了口气，带着天兵天将退至远处。叶景明轻笑，手指微点，9个病娇立刻发出了痛苦的叫声。叶景明笑意更浓，眼里却像淬了2块阴暗的冰。至于他们，阿威，你曾经说过，找到了魔菩萨就不要其他人了，对不对？他们之前那样折磨你，让我的阿威受尽苦楚，如今就让我来帮你清理干净吧。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，就见一阵狂风乍起，眼前霎时被黑雾笼罩。待雾散开，我和9个病娇已经伸至诛仙台旁。阿威，你好好看着，我帮你出了这口恶气。叶景明微微抬手，让9个病娇悬至诛仙台上空。那9个惨白的病娇已经被雾绳折磨得奄奄一息，连叫声都显尽虚浮。我疲惫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：好累啊，真的好累啊！被10个病娇围堵的一生，哪有什么温柔小意？不过是从一个局跳入另一个局，身心俱疲。我穿书来到这个世界，已经完成了阻止仙界被灭门的使命，是不是可以回家了呢？我盯着诛仙台下深不可见的漩涡，那漩涡中如有诱惑，召唤着我，跳下来吧，跳下来就可以结束这一切。我闭上眼，没有犹豫，纵身跳下诛仙台，耳边只是10个病娇撕心裂肺的痛呼，以及呼啸而过的风。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，梦里我经历了凡人的9生9世。我从乱葬岗捡回的9个病娇，每个人陪伴了我一世。每一世结束，那人曾经在我身体上刻下的名字就会彻底消失，两人间的因果也会彻底了结。我在梦里看见了每一世结束时我墓碑上的刻字：苏叶爱妻叶微微之墓，希尔爱妻叶微微之墓，蔚山爱妻叶微微之墓。9个墓碑前都送了9束白菊，以及1束狗尾巴草。对呀，我作为凡人只有9生9世，那叶景明怎么办呢？他又被我遗漏掉了吗？想到这里，我竟然有点心痛。叶景明原本想杀了那9个病娇，结果却看着他们和我经历了9生9世，该会是怎样的心情？大概是因为想着叶景明，我仿佛听见他在耳边轻唤：阿威，阿威。我缓缓睁开了眼，映入眼帘的是叶景明如玉的脸，乌黑的瞳，樱花瓣似的唇，还是那么好看，那么诱人。阿威，你终于醒了。叶景明紧紧拥住我，好像生怕我从他手上溜走了一样。我的声音仍是虚浮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叶景明眼中流露悲怆之色。你跳下诛仙台后，我和其他9个人找仙王要来了命书。命书上说，你须得在凡间历劫9生9世，彻底斩断9段孽缘，方能元神归位。阿威，9世了，我终于等回了你。我叹息一声。果然，跳下诛仙台的神仙根本死不了。在我原本的那个世界，诛仙台已经成为小说中的仙界网红打卡点，跳下去不光没事，还能体验一把人间真情，丰富神仙们朴实无华且枯燥的生活。本以为我跳下去能回到原世界，结果一觉醒来，居然还在这个鬼地方，身边还陪着这位阴魂不散的魔界之王魔菩萨。要说孽缘，这才是真正的孽缘吧？凡间的9生9世，怎么没把他给了结了？我合理怀疑，叶景明很可能一听要斩断9段孽缘，就逼着那9个病娇快速走完凡间剧情，好等着我元神归位。但这么一想，我的内心居然有点窃喜。叶景明好歹是10个病娇里最帅的一个，留下他也不算亏。我可能已经被斯德哥尔摩了。阿威，从前是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叶景明慢慢蹭过来，温热的气息缭绕在耳畔。我一直在等你。那9世的凡人失了记忆，对我来说都不是你。如今真正的你回来了，就不要再离开我了，可以吗？我刚醒，脑子还不太清楚，哪里经得起他这番耳鬓厮磨的引诱？叶景明又从怀里掏出了一把狗尾巴草戒指，大概是他嫌得无聊编的，给我一指一个，戴满了我10根手指。阿威，以后我做你的狗尾巴草好不好？我很好养活的，真的。他的大眼睛眨巴眨巴，看得我脑子更迷糊了。他趁机轻身附了上来，连同灼热又湿润的亲吻一并落下。意乱情迷间，我突然想起离开叶景明的府邸前，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：待你归来，我会让你完全属于我。他还真是说到做到。